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连串子弹向着飞行座椅射去，一个涡扇被我凌空打爆，飞行座椅瞬间失去了平衡，坠落到了公路上。我见状立刻加速开了过去，来到了坠毁的位置。我向外张望了一眼，随后叹息了一声，这家伙是脑袋朝下着陆的，脑袋像是被砸开的椰子壳一样。你看看，叫你不戴头盔，你看看下场多惨。其实我在瞄准的时候还特意避开了对方的要害，为的就是抓个活口问问具体情况，结果这么小心还给对方打死了，智商哪说理去？算了，先搜刮一下再说吧。我无奈地开始搜刮尸体，在尸体身上我搜刮出来一个手机模样的东西。飞机召唤器，特殊设备，可以从库存飞机之中召唤一架飞机进行攻击，可以通过召唤器决定飞机的攻击模式，可收纳飞机丰富库存。目前库存福克 DR-13以及1架，斯图卡捷 U-87俯冲轰炸机1架， B-3A-99式舰载轰炸机1架。看着手中手机模样的飞机召唤器，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这个飞机召唤器是个不错的装备，但是这库存的飞机也太拉胯了吧。现在看来我又多了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在时机得当的情况下去收集几架飞机扩充库存。不过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飞机被召回之后会自动恢复被消耗的弹药，但是有一个冷却的时间，在此期间无法再次召唤这架飞机，可以理解为保养和加装炸弹的时间。不过越落后的飞机冷却时间越短，比如那架福克3E飞机，冷却时间只有半个小时，部署起来比较灵活。我摆弄了一会飞机召唤器，随后将其放到了口袋里。这东西现在的实力有限，但是潜力很高，我要是能找到几架 F-35就爽了。在尸体上我又发现了一个小型平板电脑，打开后我发现这居然是一个电子地图，上面还带有导航功能。在地图的中央部分，一个蓝色的光点正在不断的闪烁着，在地图的其他位置还有着一些标记，标注着周围的地形、设施等情况。这家伙还真是一个送财童子，这种好东西都能弄来。我认真地查看着电子地图，准备看一看下一步该往哪个地方走。在电子地图上查找了一圈，我发现距离自己50公里之外有一个弹药库，那里是附近联合制药的武器中转枢纽。要是将这个地方炸了，会不会让他们元气大伤？反正也不远，去看看也是好的。我收起了电子地图，准备去那个弹药库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有人在拉自己的衣襟，我低头一看，居然是001，他手里还拿着2张图纸。原来他看着那些被我打爆的车，感觉有些可惜，就全都拆解了。不过因为很多车太碎了，基本上不能说是拆解了，只能说是组装。红明的特效没触发，所以只弄到了2张图纸。还真是勤俭持家的好孩子，干得不错。我缓缓地展开了图纸。蜥蜴车改装图纸，特殊改装图纸，将车子改装为蜥蜴外形，外鳞甲装甲可抵御75毫米口径迫击炮射击，可射出燃烧弹，射程1500米。燃烧弹内插有凝固汽油和镁铝燃烧剂，温度炽热，可融化钢铁。没什么用的玩意，可以找个机会卖出去。我翻开了第2张图纸，串联式12磅火炮制造图纸，4级房车专用配件，加装后可以获得72门12磅前膛炮，自动填装，遥控攻击。原来是前装火炮啊！看到火炮说明，我失去了兴趣，也是只能贩卖的东西。回到了车里，我想了想，将蜥蜴车改装图纸扔给了苍小空，让他帮忙贩卖了。而那张串联式12磅火炮制造图纸，我则将效果截图发给了毛子哥。我记得他的老婆娜塔莎开的就是一辆超级豪华的房车，这张图纸他们应该会喜欢。果然，不出10秒钟，毛子哥就回了消息：多少钱？我买了。用同级别的图纸换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太缺那些基础的物资。这个啊，我商量商量，现在财政不归我管。没事，我可以给你留着，你慢慢商量。我启动了汽车，向着电子地图上标注的那个军火库开去。过了片刻，毛子哥回了一条消息：你看这个怎么样？我看到毛子哥发来的消息的时候，神色顿时激动了起来，因为毛子哥发来的正是一架彩虹4无人机。彩虹4无人机，中程察打一体无人机，最大航程3500千米，续航35小时，巡航速度150千米1小时，巡航高度5000米。侦察设备：高空视相机、4R 雷达。通讯设备5倍，4枚精确制导炸弹。发来图片的时候，毛子哥还有些不好意思。这无人机虽然性能不错，但是实物不是图纸，无法批量制造，而且精确制导炸弹也只有4枚而已，使用过了就没有了。最麻烦的是，这可是一个一展18米的大家伙，车里根本装不下，怎么运走又成了一个大问题。这东西可是一次性的，你考虑好了要不要？毛子哥不太想要坑我，毕竟我是仅剩的一个供应他酒的供货商。没关系，换了。
我现在刚好有一件事情需要侦查一下，有了这架无人机就方便了不少。我完全可以将其收入飞机召唤器自带的机库里，只要不被击落，我就可以利用飞机召唤器的恢复功能，拥有了源源不断的精确制导炸弹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！毛子哥兴奋极了，他对那个串联式12磅炮可是眼馋极了，恨不得现在就将其装备上。两个人完成了交换，都觉得自己赚大了。我将车停到了路边，一架巨大的无人机出现在公路上。我拿出了那个如同手机的飞机召唤器，打开屏幕，对着飞机按下的收纳键，从飞机召唤器上放出了一道白光，将彩虹4无人机笼罩了起来。过了约莫5分钟之后，白光才渐渐消散，彩虹4在原地消失，而我的飞机召唤器的屏幕上多了一个召唤彩虹4无人机的选项。成功了！有了这个玩意，我对敌的手段也就更丰富了。不过日常侦查还是要靠手抛式无人机，简单、便宜，还没有冷却时间。我感觉自己的综合实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对付军火库的信心更充足了。我哼着歌，向着军火库的方向开去。军火库并不在我所在的这条公路上，而是在一条相邻的平行公路上，中间间隔着50公里的荒野。只要穿越荒野就能看到军火库。我将车子开下公路，准备穿越荒野去寻找那个军火库。然而我刚开了2步，忽然停了下来。等等，我现在有彩虹4了，这东西的最大航程可是3500公里，直接让它飞过去炸掉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我非要亲自过去？我拿出了飞机召唤器，准备试试彩虹4的威力。我摸出了手机大小的飞机召唤器，进入了机库，在选择页面点选了彩虹4无人机，查看了一下状态，各种状态都是满值，状态良好。我小心翼翼地点选了出击，白光一闪，屏幕上彩虹无人机不见了。到哪里去了？我操控着球形屏幕四处张望。指挥官在天空中，距离地面大约1000米。小爱同学将拍摄到的彩虹无人机的画面传到了球形屏幕上，我手中的飞机召唤器上的屏幕也一分为2，左侧是飞机的各种数据和状况，右边是飞机上的高空摄像机所拍摄到的画面。不错，不错，巡航高度提升到2000米，用正常巡航速度向西巡航。我下达了命令。